Hello，大家好，这里是索哥。最近几个月，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是全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相信大家最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都是查看新冠肺炎的最新数据。那么你肯定对这种疫情地图并不陌生。今天索哥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快速地绘制一张这样的疫情分布地图。我们的目标是使用 Plotly 绘制出这样一张可交互式的疫情分布地图。这个地图可以通过鼠标来移动，并且我们通过把鼠标放在这些圆圈上面，还可以查看每个国家的疫情数据。圆圈的大小代表了每个国家的确诊人数，并且这个地图可以放大和缩小。你可能会觉得实现这样一个交互式的地图需要非常复杂的代码，但是你将会看到实际上只需要20几行的代码，这就是 Plotly 的强大之处。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我们的第一步是搜集数据，并且把它导出成 CSV 数据文件，也就是逗号分隔值文件。从 CSV 文件，我们可以方便地生成 Pandas 的 data frame。关于 Pandas 和 data frame， 在上期视频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欢迎大家观看。在这个 Excel 表格里面，我列出了3列数据，分别是国家的名称和对应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以及死亡人数。通过 Excel，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另存为 CSV 文件。我们把它保存到桌面上。接下来我们用 Pandas 导入这些数据。我们先创建一个 Python 文件，然后我们导入需要用到的包。NumPy 和 Pandas 在上期视频已经介绍过了，是我们数据处理的基础。然后我们导入 Plotly 下的 Express 这个包。这个包是 Plotly 的一个简约版，它包含了很多非常快速的画图功能。然后我们还要导入 Graph Objects 这个包，这里面是包含了 Plotly 的大部分核心部件。接下来我们调用 Pandas 下的 read CSV 函数，来把刚才生成的 CSV 文件导入成 data frame 数据。然后我们使用上一期视频中提到的 sort values 函数来对数据进行排序。我们排序的依据是确诊的人数，也就是 cases 这一列。我们为排序后的数据重新生成一个从0开始的索引号。然后我们输出这个 data frame 看一下效果。接下来我们生成 Plotly 图片。我们需要用到的函数是 Plotly Express 下的 scatterGeo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在地图上画散点，它会返回一张图片。这个函数接收的第一个输入参数就是一个 data frame， 我们把 df 传入进去。接下来一个参数是 locations， 这个参数的作用是告诉这个程序散点画在地图上的哪些位置。它需要的输入参数是 data frame 中的某一列，这里我们给它传入 country 这一列，也就是国家的名称。接下来我们要指定 location mode 这个参数，这个参数说明了我们传入的 locations 数据是什么样的格式。这里我们把它设置为 country names， 也就是国家的名称。然后我们调用 figure.show 这个函数来在我们的浏览器中生成这张图片。可以看到我们生成了一张世界地图，并且在上面有许多蓝色的点，这些点对应了我们传入的国家的名称。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些点涂上颜色，以区分不同的国家。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设置一个新的参数 color， 这个参数接收 data frame 中的某一列作为输入，然后依据这一列数据来分配不同的颜色。这里我们就传入 country， 然后来运行看一下效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国家它们有了不同的颜色，并且在图片的右边还自动生成了图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数量非常有限，就会导致不同的颜色会被重复的利用。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添加一个颜色表。这里我们需要设置的是
color discrete sequence 这个参数，它指定了一个离散的颜色表。为了方便，我们使用 Plotly 自带的一个离散颜色表 Dark24，它包含了24种独立的颜色，足够我们使用。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可以看到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颜色，没有再被重复使用的颜色了。颜色表的使用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这里我就不去深入的讲解了。以后我可能会单独的做一期视频来讲颜色表的选择和使用。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先去 Plotly 的官网查看关于颜色表的一些信息。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去设置散点的大小。这里需要设置的参数是 size， 它接收 data frame 中的某一列，然后依据这一列的数据来分配散点的大小。我们把它设置成 cases， 也就是确诊人数，然后我们运行一下程序。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地图上，不同国家的点，它们的大小是不一样的。确诊人数越多，这个点就会越大。你会发现现在这些点整体上来讲都比较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参数 size max 来让它们都变得大一点。这个值默认情况下是20，我们把它调整成30，然后再来运行一下。可以看到所有的点都比之前要变大了很多。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现在我们把鼠标放到某一个点上面，它会显示这个点对应的国家的名称以及确诊人数。那么如果我们想把死亡人数也添加到这个标签里面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个新的参数 hover data， 这个参数接收 data frame 中的一列或者多列，然后会把它们添加到这个每个点所对应的标签中。我们把 death 传入进去，运行一下程序。现在我们发现，当我们把鼠标放在一个点上面，也可以同时看到死亡的人数。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参数是 hover name， 它也是接收 data frame 中的某一列作为输入数据。它的功能是为每一个动态标签添加一个大的标题。这里我们把它设置为 country， 也就是国家的名称，然后运行一下程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除了下面3行数据，在最上面也会出现一个大的国家名称。一个小提示就是，我们可以限定我们的视线到某一个大洲。这里我们需要设置的参数是 scope， 它接受一个字符串，可以是 world， 也可以是任意一个州的名称。这里我们把它设置为 Europe， 然后来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到现在只显示了欧洲部分的地图。接下来我们给图片添加一个标题。我们先把 scope 改回 world， 或者干脆把 scope 这个参数给删掉也可以。我们使用 title 这个参数来设置标题，它接受一个字典作为输入数据。在这个字典中，你至少要给它一个参数 text 等于什么什么，这个 text 就是你标题的字符串。好，我们给图片起一个名字。这个字典中还可以包含另外一个字典 font， 它包含了关于你字体的所有信息。这里我们添加一个 size 来设置标题字体的大小。当然，如果你不需要设置关于字体的信息的话，你也可以采用简易的方法，那就是 title 直接等于你的标题的字符串。运行程序，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我们的标题。最后一步是如何在地图上添加国界线。这里我们需要使用 figure 的 update layout 函数来修改图片的布局。我们需要修改的是 geo 这个属性，也就是一切和地图相关的属性。为了修改它，我们需要使用 graph objects 下的
geo 函数来生成一个跟 geo 相关的布局。我们给这个函数传递参数 showCountries， 这个参数用于表明是否显示国界线。我们把它设置为 true。另外，你还可以通过参数 countryColor 来设置国界线的颜色。默认情况下它是黑色，这里我把它设置成为灰色。运行程序，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地图上有了国界线。最后我来教一下大家如何把浏览器中的图片保存到本地，成为一个静态图片。我们需要用到的函数是 writeImage， 顾名思义，它的作用是把图片写到本地。输入参数是文件的路径，文件的格式就是你给出的后缀名。我们运行一下程序，然后就会看到在桌面上生成了一张静态的图片。可以看到在默认的情况下，这个图片的分辨率是有点低的。我们可以设置另外一个参数 scale， 它的作用就是按照倍数来提高图片的分辨率。比如这里我们把它设置为5，那么我们现在输出的图片，它的宽和高两个方向上的像素点数都会是默认情况下的5倍。我们再运行一下程序，打开图片，可以明显的看到现在的图片分辨率比刚才要提高了不少。好，以上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比较有趣的话，请帮我点个关注，谢谢。